1955年，考古学家在安徽省寿县的蔡昭侯墓中发现了一件战国时代的神秘青铜器，叫吴王光剑，是当年吴王阖闾的女儿作为和亲公主带去蔡国的嫁妆。人们问起这件器物的功用时，考古专家居然回答说，吴王光剑就是古代的冰箱。40年后，在香港的某个地摊上，一名历史学家发现了一把越王勾践亲儿子使用的绝世宝剑。一个2000年前的冰箱，一把绝世宝剑，这两件看起来毫无关联的文物，冥冥之中却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这个富有传奇性的故事是这样的：1995年，一位叫马成元的历史学家在去香港旅游的途中，在某号称文物一条街的地方游玩了一下。马成元是青铜器领域的专家，曾是上海博物馆馆长。此前经他手抢救过的青铜文物就高达300多件。这次马成元也是来这里碰碰运气的。据当地人自称，这个文物一条街有很多文物，大部分是从内地倒卖过去的。那是在混乱的民国时代，彼时彼刻盗墓贼盛行，很多文物就是在那个时候作为赃品被偷偷倒卖到香港的。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这条文物一条街。只不过在马成元教授看了这条街上贩卖的文物以后，大失所望，要不然就是当地人为了吸引游客夸大其词，要不然就是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岁月，早就没剩下什么了。总之，在马成元看来，这里没有一件真东西。然而，就在马成元教授逛到某个小摊子的时候，他忽然发现摊子上有一柄青铜剑。这柄青铜剑造型精美，从剑柄的形制来看，规格很高，至少是当时的诸侯王使用的。马成元教授把青铜剑拿起来看了看，这柄青铜剑的各种细节特征都符合战国时代的风格，没有错误的地方，跟一般的异造仿品完全不同。就算它是赝品，也是水平相当高的赝品。马成元教授仔细端详后，发现这柄青铜剑还真有可能是真的，于是试探性地问了问价格。摊主看了看马成元教授的表情，认准了这只肥羊，于是开口就要港币200万。马成元教授故作迟疑，嘀咕了一句是好东西，可也不值这么多，然后还价到150万。摊主显然不清楚这柄青铜剑的真实价值，于是就答应了。马成元教授直言自己目前身上没有现钱，请求摊主给他3天时间回去取钱。安顿好摊主以后，马成元教授立刻取消了旅游计划，返回内地，将这件事报告给了广东省的文物管理部门。文物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信任马成元教授的眼光，当即申请了一笔经费。马成元教授拿着钱没有停留，坐当天的火车返回香港，将那柄青铜剑买了回来。青铜剑来到内地的文物部门以后，他们组织了专家联合鉴定，经过鉴定，发现上面刻有越王越王，折纸于是8个大字，故命名为战国越王者纸于是剑。所谓折纸，其实是越王的姓氏，读作朱姬，一般是越王勾践的儿子石宇所使用的铭文，因此这柄宝剑被确定为石宇所使用的宝剑。至于这把剑的价值，只能说有价无市，没人敢买卖的。如果非要给个价的话，至少在10亿以上，那地摊老板不得后悔死了。讲完了地摊宝剑这个事儿，让我们回到视频开头所说的那个类似冰箱的吴王光剑和石宇宝剑，这2件器物之间背后的传奇故事。其实一开始人们并不知道这种联系，直到2009年的一次考古发现，考古学家们终于把整个故事的诸多片段串了起来，才明白了他们之间的复杂的历史关系。发现这个关系的人叫张中云，一个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教授。他在一次外出工作时，某次开车进行野外考察返回的途中，张中云路过定湖大道，在定湖大道的一侧，张中云教授发现了一处施工地点，他不经意地看了一眼，居然就引出了一个惊动全国的考古发现。当时张中云看了看施工现场的挖出来的土壤，出于专业素质，他忽然发现土壤的颜色似乎有些不对。
张忠云教授立刻下车，拿起一块土壤仔细观看，发现这竟然是五色土。之所以有这个称呼，就是这种土的堆积层混乱，不同地质年代的土层混在一起，形成各种颜色，故称五色土。五色土的出现说明了一件事，就是这些土是回填的，它们在以前被挖开过，而且挖得很深，也就是说施工现场附近有古墓。张忠云教授立刻叫停了施工队，把这件事上报给了安徽省文物局。文物局的工作人员和张忠云都是熟人，因此不敢怠慢，马上组织人马来到施工现场，对可能出现的古墓进行抢救性发掘。经过一番勘测，来自安徽省文物局的考古工作人员找到了这座疑似古墓的遗址。考古人员发现，这处遗址非常长，长达10几米，但宽度很窄，只有2米多。这种形制就不可能是古墓了，古墓没有这种长条形的。确定了发现的遗迹不是古墓以后，现场的考古人员很失望。如果只是普通遗迹，在寿县这种历史悠久的地方太普通了，让人觉得没什么干劲啊。然而考古人员在接下来才发现，他们失望早了，这座遗迹中的发现比一般的古墓更加震惊。在清理这个长条形的遗迹坑的过程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圆盘形的痕迹，痕迹中央还有一个金属部件。经验丰富的考古学家们马上得出了结论，这应该是一个马车轮的痕迹，中间的金属部件是马车上的车牙。由于时间太过久远，迄今为止发现的马车其实木质部件都早已朽烂了。我们在博物馆中看见的完整马车，都是考古学家后来根据他们的经验复原出来的。这些经验就源自于对马车遗痕的发掘。在考古学家的努力下，这辆马车最终被发掘了出来。在搞清了这辆马车的情况以后，考古学家本来低落的心情一下子重新兴奋了起来，因为这辆马车不但有车轮、横幅、车轴以及车隅这些常规部分，在这些常规部件之上，考古学家还发现了大量的条状金属片。一般人看不出来这些条状金属片是什么，但考古学家当然知道这些东西的重大意义。这些条状金属片的存在只说明一件事，这辆车有很大的滑盖，大到需要金属部件才能支撑起来。滑盖这种东西出现于先秦以及之后的秦汉时代的马车上，用于遮风挡雨，也显示出车主的等级。有个成语叫倾盖如故，这里面的盖就是滑盖。拥有这么大的滑盖，说明车主应该是一个诸侯王。再结合这个长条形遗迹本身的形状，考古学家得出结论，这个地方是一个随葬车马坑，在随葬车马坑的附近一定有一座大墓，而且是诸侯王等级的墓葬。随着对车马坑的进一步发掘，考古学家就更加证实了自己的判断。这座车马坑里一共有6辆马车，一大五小，还有15具随葬马匹的骨架。从随葬车马坑的整体形态上看，这就是诸侯王的随葬坑无疑了。但是随葬车马坑有了，那座墓又在哪里呢？考古学家虽然兴致满满，可惜要发掘这么高等级的墓葬，必须得到中共中央的认可，不能随便动手。而中央文物部门的说法是，现在条件不成熟，还不能动手，建议先把车马坑保护性回填，留待以后发掘。留守现场的考古人员接到回信以后，自然很失望，只能先把这座车马坑进行了保护性回填。就这样，考古人员怀着疑问等候了10年，直到2019年这一年。这年，由于寿县要开发一个公园，需要清理定湖大道附近的土地，中共中央这才批准了发掘墓葬的计划。考古人员很激动，立刻收拾工具，开始了发掘工作。经过清理，考古人员发现，这处遗址确实不小，它不是单独的墓葬，而是一个墓葬群，被考古人员称为西圈墓葬群。西圈墓葬群的主墓就是1号大墓，1号大墓的规模最大，呈现东西走向，东西长，南北窄。这一点让考古人员感到非常怪异，因为这不符合常规。蔡国国君是周天子的亲戚，属于姬姓诸侯，
按照姬姓诸侯的规制，它的目的应该是南北走向的，就是南北长，东西短。而东西走向的目的，这是芈姓诸侯墓葬的规制，也就是楚国国君的墓葬规制。考古人员带着疑惑，继续清理1号大墓，确定了1号大墓的具体形态以后，才让他们豁然开朗。原来1号大墓虽然整体上是东西走向，但主墓室是南北走向的，所以仍然不算违背了姬姓诸侯下葬时所用的形制。应该是当年墓葬施工的时候遇上了某些困难，不能按原计划施工，于是就取了折中办法，在不影响遗体南北安葬的情况下，把整体改成了东西走向。考古人员对这座墓葬中的发现本来非常期待，然而在继续清理墓葬的过程中，考古人员却感到了一丝不祥的预感。在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发现填在墓葬上的土层堆积呈现一种锅盖形，就是从中间往四周堆积。这种堆积情况通常说明一件事，就是墓已经被挖过，而且不是打盗洞偷偷下去，而是那种大揭顶式的整体挖开。果然，在考古人员发掘完1号大墓以后，他们失望地发现1号大墓是空的，基本上什么东西都没有，只有破碎的木板和棺材上的部分金属部件还在，没有随葬品。这说明这座墓以前就被挖过了，具体是什么时候挖的呢？难道是后来的盗墓贼？考古学家很快否认了这些说法，因为在发掘的过程中，考古人员还在1号大墓的上层发现了2座汉代初期的小墓。小墓里虽然没什么特别的东西，不过保存得很好，没有被动过，这说明这座大墓在汉代以前就被破坏过了。这一点在墓葬附近被毁坏的响堂上面也能看出来，墓葬附近有几个圆形大坑，应该就是响堂的筑基。在汉代时，这些筑基也被压在了地面下，说明此时曾经高大的响堂已经不复存在了。破坏这座墓的是什么人呢？专家说，可能就是楚国人，因为蔡国后来是被楚国所灭的。本来魏晋以前，中国是没有毁前代宗庙的传统的，比如魏汉以后，汉代宗庙依然奉祀。那么楚国人是出于什么目的才毁了墓葬呢？目前掌握的证据还难以拼凑出这个问题的答案，这个秘密就只能留待后来的发掘中被揭晓了。虽然1号大墓的毁坏让考古人员失望，不过在附近随葬的墓地中，考古人员有了更多惊人的发现。在其中的一处随葬的墓地中，考古人员发现了3个按顺序排放的3连戈，这种东西的出现说明墓主人应该是一名武将。在3连戈中，放在最上面的戈最为精美，整体用青铜制成，木质的戈杆已经腐朽，不过从遗迹上看，戈杆非常长，应该是在战车上使用的。这说明戈的主人是一名使用战车作战的贵族武士。春秋战国时期的贵族都熟悉6艺，6艺中的御就是驾驶战车作战的技术。更让考古人员感到欣喜的是，在青铜戈的上面，考古人员还发现了铭文，有铭文的青铜器都是非常高级的青铜器。这把戈上的铭文是蔡后产用戈，也就是说，这把戈的主人是蔡生后姬产。既然这是姬产用的戈，那么墓主人就是姬产吗？这不可能，因为这座随葬墓的等级比较低，墓主人是贵族，但达不到诸侯王的等级。他应该是从蔡生后那里获得赏赐，得到了这把戈，然后视如珍宝，死后随他安葬。不过这把戈的出现依然破解了1号大墓的秘密。这座小一点的随葬墓虽然不是诸侯王墓，但主墓即1号大墓应该就是蔡生后的墓。蔡生后死后，他生前宠信的一些武将随着他安葬，其中一名武将就把蔡生后赏赐的戈带到了自己的墓葬中。另外，考古人员还在其他随葬墓中发现了许多别的文物，其中一组陶制编钟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这是因为其他地方发现的编钟都是青铜制品，没有陶制的，为何此处的编钟如此奇特呢？
是陶制编钟比青铜编钟音色更好。并非如此，陶制编钟和青铜编钟相比没有任何优势，反而有很多劣势，比如声音更浑浊，更容易损坏。那么蔡国贵族为何还用陶制的编钟呢？考古人员回答，这是无可奈何，蔡国本来不出产铜，楚国才是产铜大国。在楚国的遗迹中，到处都能发现青铜制品。蔡国定都在上蔡的时候也不缺青铜，就是和楚国关系好的原因。当年蔡国作为西周分封体系的一个诸侯国，被分封在了西周王畿附近的上蔡，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省新蔡县。蔡国的规模不大，在后来春秋战国时代的乱世中也没有得到发展。进入春秋战国以后，蔡国在几大新兴强权面前逐渐显得弱小，只能托庇于大国才能生存。在晋楚争霸的时代，蔡国就曾左右逢迎，求得自保，一心认了楚国当大哥。例如在河南省新蔡县出土的文物上，就有左右楚王见我邦国的铭文，在铭文上蔡后还自称莫小子，显得非常谦卑。这对蔡国是非常屈辱的。在正式的分封体系里，楚国的地位其实是比蔡国要低的。但是蔡楚两国关系时好时坏，直到公元前493年，蔡国和楚国正式决裂，楚国出兵攻破上蔡，灭亡了蔡国。蔡昭后出逃，又来到了楚国的死对头吴国那里。吴国将蔡后安置在了周来，允许他在此建都，这就是历史上的下蔡。但自从蔡国迁都到下蔡后，就失去了青铜的来源，一些青铜礼器也就只能用陶制品代替，凑合一下了。在1955年，蔡昭侯的墓在寿县出土，人们才开始意识到下蔡就在这个寿县。开头提到的古代的冰箱即吴王光剑，就是在蔡昭侯的墓中出土的。所谓的剑，指这件器物的名字，剑里面可以放否。否是盛酒器，否和剑之间有夹层，夹层中放冰块，就实现了冰酒的目的。同样的，在冬天，这个夹层也可以放热水，起到温酒的目的。这件器物结构精巧，设计独特，显示了战国时代高超的青铜铸造技术。所谓的吴王光，指的是打造这件器物的人是吴王光，所以吴王光就是吴王阖闾，也就是在白举之战打败楚国的吴王，也是卧薪尝胆故事中越王勾践打败的那个吴王。吴王光剑为何出土于蔡昭侯的墓葬中呢？考古学家说，这是因为蔡国改投吴国后，蔡国在白举之战中帮助吴国打败了楚国。吴国为了继续巩固和蔡国的关系，吴王阖闾就将自己的女儿就作为和秦公主嫁到了蔡国，于是这件嫁妆吴王光剑就来了蔡国。同样的，弱小的蔡国为了向吴国示好，也将自己的女儿嫁到了吴国以表决心。不幸的是，自己的盟国大哥吴国在公元前473年灭亡以后，弱小的蔡国仍然还存在了约30年，才被楚国所灭。这30年里，楚国为什么没能灭掉蔡国呢？本次考古中，考古人员在西圈墓葬群中的一个武将墓葬中，发现了整个墓葬群中最核心、最精美的一件文物。这个文物解开了这个谜团。这是一把青铜宝剑，宝剑造型精美，历经1000年，仍锋利无比。剑柄上的铜心圆数量昭示着考古人员，这是一把诸侯王用的宝剑。考古人员细心地将宝剑清理出来，送到文物部门，交给专家鉴定。专家发现，这把剑上同样存在着铭文，这把剑上的铭文居然是那8个字：越王越王者止于世。这8个大字标志着这把宝剑仍然属于越王的器物。这不是专家们第一次看到这个铭文了，上一次就是在1995年香港地摊上买回来的那把宝剑。寿县出土了一把，香港买回来一把，这2把宝剑都是越王勾践的儿子石宇使用的宝剑。可这又是怎么回事呢？石宇的2把佩剑，这把剑怎么又会出现在蔡国的某个武将的墓中呢？
难道这里面有一把剑是假的？其实这也很好理解，当年的越王勾践剑也是在楚国贵族的墓葬中发现的，是一种礼物。而现在出现的这把剑也从侧面证明了越王剑就是一种礼物，历代越王应该都有把宝剑作为礼物送人的习惯。这名蔡国武将应该就是因战功得到了这柄宝剑，死后随葬入墓地。这说明蔡国之所以还存在了30年，很可能得益于当时投靠霸主越国的支持。这么一来，整个故事的前因后果就连起来了。当年蔡国本来是楚国的小弟，后来两国决裂，蔡昭侯迁都到周来，投靠了吴国，和吴国联合攻打楚国，两国联军取得了白举之战的胜利。白举之战也就是伍子胥为父报仇的那一战。后来吴国和越国在争霸中失败，蔡国就又投靠了越国。两国的关系不错，在蔡生后的时代，越王石宇还将一把宝剑赠送给了蔡国的一名武将，说明两国联军曾经和联合作战过，应该就是抵抗楚国的战斗，只不过这场战役没有记载在历史中。而在石宇死后，诸子纷争，越国陷入内乱分裂，一部分被楚国吞并，另一部分也没有对抗楚国的力量了，苟活到了战国末年，最终被秦国所灭。在这个过程中，蔡国彻底失去了靠山，他们逐渐穷困到连青铜礼器都铸造不了了，只能用陶器代替。最终楚国在击败越国以后，顺手灭亡了蔡国。由于楚国对蔡生后太痛恨了，就毁灭了蔡生后的坟墓和享堂。这就是这个故事的终局了。一件一件的文物出土，为我们生动还原了一段春秋战国的历史风云，讲述了战国时代一个小国生存的不易，蔡国几代国君在3个大国之间辗转，艰难图存。他们都尽力了，可惜难敌天下大势。小国为大国所灭，大国为强权所吞，这就是战国时代的主轴。任凭蔡国几代国君使出怎样精妙的外交手腕，都难敌硬实力带来的落差。历史的真相就是在一件一件文物的见证和拼凑中，逐渐被我们所发现的。这个发现的过程，也许就是考古的趣味所在。以上就是本期故事的全部内容，喜欢的观众，麻烦您可以点个关注，点个赞，眼见古今，与您下期再会。